我听说这个金条啊，不管加工金手镯，那是嘞。这俺女孝顺，给我一斤。大爷，那家里应该没称吧？这可没有1斤啊！一般像这种10两的大黄鱼，只有300多克的重量。原来这是那女婿送的，这确实不能加工金手镯。我不是来加工啊，听说这古董金条贵，我今天拿过来叫你看看啊，无论贵贱我不能卖。这个价值我该咋跟你说嘞？一般我们常见的大黄鱼，那价值都在20万左右，因为300多克的黄金，你看金价现在都10几万了。况且你像过去的金银锭，它都是靠字口品相来定价的。你这个金锭，你看字口比较清晰，茂生金镂赤金，这一看就是民国的。这那女婿送给你这个没说干嘛吗？这他说他家祖传的，这他爷传下来的。上一次给他闺女下彩礼，还差1万块钱，他送给我的。咦，下彩礼还有这种操作吗？那确实挺可笑的。那女婿的本意啊，应该是好嘞。他拿这个大黄鱼让他对他放心，至于真假来历他可能不知道。既然你不卖的话，那你就继续放着就行了，以后他有钱了你给他还回来就行了。我有我的打算啊，俺儿妈结婚了，我想用这个给她当彩礼，俺亲戚也不高兴。那说实话，古董代替彩礼有代沟，平时我们普通人能看懂真假的不多，价值啊更是无从谈起，也就是不方便。你最好把它换成现金。再说你拿女婿的金锭给恁未来的儿媳妇下彩礼，这不合适吧？我感觉无所谓，我上金店估价了，你也把我撵过来了啊，说让我找你们再玩古董的。哎呀，如果我是开金店的话，我肯定也会这样告诉你啊，因为像金店每天都能遇到你这种客户，有的是在地上捡嘞，有的是别人送嘞，哎，他们现在看到这种金锭啊，他们也是见怪不怪了。不对吧？这古董金条太少了，他们这可能天天见啊。你对我说整这些吧。按理说像这种古董大黄鱼真的话，你搁平时很难遇到，大多数遇到的都是赝品。赝品和真品唯一的区别就是材质的问题。10两的大黄鱼重314克左右，过去的黄金它的含量能达到99以上，而你这个拿过来，刚才你说有1斤重，其实我拖着也就200来克吧。首先你这个材质不是黄金的，其实是不是过去的金锭它上面的落款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你看茂生金镂赤金，上朱赤，这些字在过去都是人工錾刻上去的钢印砸上去的，它的字体模具都是纯手工雕刻出来的。而你这个字体这一看就是一眼假，因为是纯正的电脑体。可能我啰嗦半天你可能会有质疑，你凭啥说我的这个不是黄金？你看一下它这个底部，经常它这个底部接触的这一面，你看有很多都已经氧化变色了。所以说你这个是赝品，知道别人为什么把你撵出来了吧？我觉得他们不守货，他们天天卖金人首饰，他们懂的真呀，狗眼看人低不专业。你要说他们对古董真假不懂，确实是真的。经常接触黄金对于这个东西是不是黄金，肯定是能看出来的。而且人家上手拎一下重量也能拎出来你看这么大个的金条，它标准重量是300多克，你这拎在手里边明显不达标吗？你不用给我抬杠，我现在都买个称能，你连称都没称，你说没有1斤，这不是抬杠吗？称不称重量，它其实是无关紧要的。这个该我说的我都给你说的很详细了，你也不用去买证，不用多花那个钱。给孩子下彩礼的事你也别瞎费劲打这个大黄鱼的主意了，来回折腾最后说实话还不够麻烦的。拿回去还还给那女婿，啥话都不说，你就当啥事没发生就行了。你说的啥不是我可能不能听你的了。不能听我的，那你拿回去吧，给那女婿就行了。好，老板，你看这是什么钱？黑不溜秋的，不会是假的吧？假的倒是谈不上，这种是过去的银元。这个黑不溜秋是他的这个包浆。你这东西都不知道是什么，这哪来的呀？我爸用压岁钱给我换嘞，1000多的压岁钱换一个这个，太可怜了。小朋友，你先不要悲哀你爸给你用这个压岁钱换你的银元，这不得了。这个是龙阳3剑客之首的造种，味道整体状态还都不错。我看你这也不吃亏你想想，你爸是家长，他能忽悠你吗？我感觉被他忽悠全了，那好歹是1000多块钱的，想买什么可以随时买，我要他干什么？很有可能你爸为了避免你乱花钱，才把这个压岁钱
给你换成银元。当时换的时候说的挺好，先用用，以后有钱了再还给我。这马上有1年了也没见还。很有可能啊，是你爸一忙把这事给忘了。无论怎么说吧，像你这么大年龄，你今年几岁了？10岁了啊！10岁的话还不懂如何去管理钱，如何去花钱。平时有什么需要啊，你可以跟爸妈妈要。这个手里一下子窝1000多块钱，就怕你乱买东西给败光了。我才不乱买东西呢，我这1年也没花10块钱，即使花的话，我也花在刀日上。哎呦，我还真没看出来，你这年龄不大，说出来的话跟小大人似的。你的钱是咋花在这个刀日上的呀？咋花？就比如说这个大冬天的，天冷了，我要送给奶奶一顶帽子，这当然是要钱买啊。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自己从不乱花钱，花也是花在有需要的事上。你这个想法挺好的。天冷知道给长辈买东西，完全可以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用他们的钱去办你的事儿，这结果是一样的。我感觉不一样，花我自己的钱，我心里踏实。再说我还有1000多的压岁钱呢。我知道你有，关键是你爸用这个银元不是给你换走了吗？让你奶奶戴上帽子暖和暖和，才是最主要的。趁今年星期6，我要买帽子，看它能值多少钱。行，我就先来给你估估价。这个造币总厂啊，你爸用1000多块钱给你换的，他是肯定吃大亏，因为赵总平时并不常见，很有可能啊，你爸对这个银元也不懂，看银元的样子应该是你家里祖传下来的，基本上家传下来的，对他们的价格把握的都不精准。你像过去以前都用这个银元加工这个银首饰了，现在在龙阳里面，它是排在龙阳3剑客之首。我们个人家里，其中有100块的话，才能有1个这种赵总，所以在我们个人家里并不常见。然后就是你这个品相的话挺好，尤其是它这个龙鳞还算完整。赵总主要是看它这个鼻子，鼻子也可以说是磨损极少，字口也没有偌大，尤其是中间的这个满纹，还都健在。最主要是你这个包浆非常不错。可以说是整体带点酱彩原味的吧，因为我们个人家里的银元啊，基本上都有流通痕迹，你的这个也不例外哈。给你1万块钱，现在的市场价还是有的。我没听错吧？这个小小的东西能给1万块钱？你没有听错，这个小小的一块银疙瘩，现在它的市场价就在1万左右。那我不能卖了。你要是几百块钱，我还能做个决定。这么多钱去买帽子、杀鸡用牛刀了。你比喻的对，因为几十块钱的帽子，你去卖上万块钱的东西，确实是杀鸡用牛刀了。最关键的是，像这种银元啊，无论是什么样的，像你这个年龄啊，绝对都不能拿出来变现。这样子，你还把这个银元拿回去，以后想买什么呀，你还可以找爸妈妈直接要钱，千万不要再卖东西了，好吧？好。我这有2块银锭子，你能给我4块钱，我就卖给你啊！正好我现在说心里话，我现在急用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什么样的银锭子2个只要4钱？这卖的也太仓促了吧！我先看看啥来。我都找人定过价啊，虽说这2块银锭子，含金量不纯，但是按银子的价钱卖的话，我也不吃亏啊。你这俩这都是10两的馒头锭。我这看着也没啥毛病啊，那如果真按银价卖的话，那你这也太亏了吧？我这什么吃亏不吃亏？这俩东西放家里也起不了啥作用。那是，再加上含金量不纯真不如换俩钱花，万一真的不够。你这俩是标准的10两传锭，含银量是正儿八经的雪花银，好歹现在品相状态还都不错。因为这种10两的锭子啊，主要是看锭形和字口来定价的。你这俩状态一看都是一眼开门，其中你看这个字口特别清晰，属于原光，值多少钱啊？并不是看它的含银量了呀。我看它含银量，我知道银锭和银元，含银量都差不多，无所谓。你只要能给我4000块钱，我就卖给你啊。哎呀，给4000，那应该是你找人已经估过价了。我先来给你纠正一下啊，像这种10两的银锭啊，含银量是雪花银，能达到99%左右。而银元啊是9银1铜的含银量，因为银元在流通的过程中容易磨损，所以不能用雪花银。你这俩10两大概得有700克左右了，只要4000，你按克还花不到6块1克，
那你现在卖的话也太亏了吧？这是刚才那家金店帮我个估了一价。我对这个也说实话也不太懂。想着在它的价格参考下，我想多要点，我想不吃亏啊。人家都说货比三家不吃亏，关键是你只比较了一家，而且还没有对比。你去金店卖个黄金首饰，对吧？还可以把这种适量的银锭当旧银子收，那显然就不太同行了。不过反正你这也没有卖，对你来说也算是零损失。但是你这种卖东西的态度啊，太急，它并不是啥好事。也并不是我太急。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俩银锭啊，是我姐夫告诉我的。他说就值30千块钱。不然我也不会要那么多。那很有可能是那姐夫不想漏财，才这样说的。你想想，现在银价都6块多了，你正儿八经这是清朝的东西啊，4000还没有现在的银价卖的贵嘞。用脚趾头想想也不能这样贱卖啊。我跟你说吧，像这种适量的银锭啊，纯适量，比如说这个银元啊，那是9牛之1毛，太少了。在发行银元之前，过去啊，咱这民间经济往来全是靠这种银锭。由于地方银路不同，所以它这个形状大小不一。而你这两个都是典型的穿锭，毫不夸张的说，这种穿锭啊，在过去随便拿一块，轻轻松松换10几块袁大头。你想想，10几块袁大头现在都啥价了？所以4000。说明你啥都不懂，你这俩银锭呢，说实话一点毛病都没有，无非也就是品相好歹的问题。就拿你这个永福楼来说啊，字口刚戳，非常清晰，定型，非常完整。因为这个雪花银啊，能保存到这个品相已经很不错了，带远光，地面流通痕迹也不是太明显。永福楼是4大名楼之一，双排锭居多，单排锭个人能看到14500。就这一块能给我14500？对，这两块加起来的话，那基本上相当于小3万了。这价格恐怕我想都不敢想啊！不敢想，只能说明你啥都不懂。另一个，它这个是双排锭，很明显这个状态跟这个永福楼比着差很多。虽然说是一个双排锭，但很明显价格就不会有那么贵了。按照你目前的这个流通痕迹来说，因为它这个双排锭字口不太明显，大概也就大几千块钱的样子吧。大几千块钱也行啊。总比我姐夫哥说的4000多太多了，4000多强多了啊！那是我回去给我姐夫4000块钱，剩下的算我赚多少？你看，那你看，我看还是算了。你这俩适量银锭，相比我感觉也不是你嘞，不然你也不会这么便宜变现。现在你要卖给那姐夫分，这挣钱挣的也太快了，说不定这俩银锭啊，那姐夫哥还不想卖嘞，所以你不能强人所难啊。关键是我急用钱啊，把成本给俺姐夫哥就行了。你别磨叽了，你还是直接跟我说个数吧。确实帮不了你，你再找其他人看看吧，好吧？给，也呵，有生意你不说，真不知道你咋想的。算了吧，我还找其他人去吧。对，你找其他人吧，我这弄不了。走，我走了。俺对象就是一个小抠啊，这送我一块银元让我加工银手镯的，我拿到金店一看，说好像才20多克。一块银元的重量，它就是26.8克。再说用银元加工银手镯太可惜了。来，我看啥样的银元？不可惜，主要是俺对象家里面多。关键是这银子不纯呀，含银量才80%多。这个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基本上做出来的首饰比较硬。我看你这个还不是一般的年份。竟然还是一块8年的大头。我不管是啥年了，关键是我的手粗，加工一只手镯啊得60克，这很明显不够啊。来你这里200块钱，我再买一个。200一个现在买不到什么银元，就以你这个8年为例啊，你看这笔面无伤无戳，细看的话，你这个还是8年3倍，因为夹盒面它不是空心眼，圆字下面啊，夹盒上有一点，是一块接上点的板，原汁原味的包浆。200卖的话，你这不是亏了流鼻血吗？我又不卖，今天到找给我钱，我都没有答应他。我就是想加工一对银手镯，不容易变形。用银元加工出来的手镯啊，肯定不容易变形，因为它这里边含了有铜，加工出来的手镯，它这和银元一样硬。你也别说那么多，我给你200块钱啊，已经不少了。20多克的银子都花到将近10块钱一克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按现在的银价来算的。关键是银元固定，它就发行了那么多。你看银价卖，现在没人卖啊。另外，但凡现在手里边有银元了，他也不缺那200块钱啊。来，我给你理一下啊。这个银元含银量是80%。对。27克的重量提炼下来，银子还不到20克呢。你这账算得很对。
银元提纯的话，肯定重量没那么多了。我觉得你这理解力有问题啊！现在金店银手镯，它这个款式那么多，你直接去挑现成的多好。再说你加工手镯还得给人家工会，对吧？款式好看不好看还不知道。哎，我是没200块钱的银元卖给你哈。你这别磨叽半天了，你又不卖给我，那我这个给你吧。你看现在袁大头多少银子？肯定是比着你200的很多倍啊。单按银价算的话啊，26.8克的银子，现在也就是100多块钱。为什么很多人不按银价卖呢？主要是因为这个银元的存世量有限。虽说过去啊，它这个袁大头的发行量大，但是损坏回炉的也多，好品相好状态的更少了。袁大头其实总共发行过4个年份，3、8、9、10，就这4个年份里边啊，也只有8年最贵。你放平时啊，一块8年至少要换2块以上普通年份的大头。你这个班啊是8年3倍接上点，从价和这个地方看是3年的倍，接上点在6点钟方向区分。所以说这个8年袁大头发行量少，但是它这个班是比较多。因为8年这个年份啊，有些含银量它并不是太高，但是看你这个状态啊，倒是原汁原味的，包括前后字口这品相完全是大于通过状态的。仅凭你现在这个品相，我能给你估到4000多块钱，完全没啥问题。4000多？对，我没听错吧？没有。那这卖了可以买一个硬金手镯了。这也太令我喜出望外了。我给4000多了，这个是现在这个8年的行情价。至于你说的硬金手镯，4000左右的话，恐怕是一口价。一口价的首饰啊，它不按黄金重量算。你在购买之前啊，最好做一下这方面的功课，省得到最后啊，你买了不到2、3克的黄金，到时候别再后悔了。一听你这话，好像你什么都懂。对，这幸亏是昨天没有毁坏，不然就给这个黄金失之交臂了。那幸亏是昨天也没毁坏。那毁坏的话，你真的是说实话，银子也就100多块钱了。不管咋说吧，还是你运气好。本来打算是加工银手镯了，结果今天阴差阳错，这就变成换成黄金的了，这挺好的。还是同一块银元，结果呢却给自己一个惊喜。你看这结果咋呢？谢谢老板，还是你比较实在，那就给你留下吧。那行。这一次可把我给气坏了。昨天我结婚，我后妈给了我一块破银元，你帮我看看，值几百块钱？几百块钱一块的银元没有带拢的呀，那后妈不可能送给你那么便宜的银元。来，我看啥的。我感觉啊，这块银元是真是假还不一定。说实话，我都没见过那么丑的银元，这把我气得手都抖了。你先不要生气，这个云南老龙入的还是皮盒。壁面灰不露出来啊，是它的包浆，我看未必啊，它就是假的。你才拿到手也没有看清楚嘞。反正我咋看咋别扭，没见过银元竟然长这个样子。你这是对银元不懂，这壁面上带彩啊，这是它的包浆。你这个云南老龙啊，虽然说评级没给分，但是整体品相还不错，加上云南老龙存世量不大，你别说卖500。估计后边再加个0，你也买不来啊！你别安慰我了，我这个后妈我知道，一点都不知道给我亲。人家女儿结婚都给3000、2000压箱底儿，他就给我一块破银元。你应该是误会那后妈了。一般闺女嫁人啊，父母送银元都有一定的说法的。银元谐音姻缘，意味着这个婚姻美满，这比钱强太多了。你都不知道，我后妈还美其名曰这个嫁妆以后千万别卖，越放越值钱。那后妈说的很对啊，这银元这个东西确实是越放越值钱。如果不缺钱的话，你可以继续留着，毕竟是父母啊，他给你的一份结婚的念想。不想留了，看见他我就伤心。我老公说不值钱，准备把它送给他朋友，因为之前欠别人500块钱。欠别人500块钱也不多啊，你拿500块钱还回去不就行了吗？干嘛拿这个去抵账呢？传到那后妈耳朵了，惹得他们也不开心。我也不想在意他们的看法，他是假的，别抵账之后再是假的，这弄得丢人就不好了。看来你跟那后妈这个积怨啊，这不是1天2天了。首先啊，我看你这个云南老龙不假，就冲你这壁面五彩的包浆来说，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再说假的话，这父母也不会送给你啊。不假就行，那我这就放心了。银元给我吧，我拿回去给我老公抵账。你也别着急，不假并不意味着不值钱。
一般我们常见的龙阳没有便宜的，这个品相再差了也能值个2、3千。而你这个云南老龙啊，并不常见，常见的云南省造的龙阳都是小一圈的云南新龙，这种面值啊，它就是1元。常见的这个新龙是半元，半元就比较便宜了，通常每入盒的200、300左右，即使带分啊，也就大几百。拿半元抵账完全没问题，而你这个抵500就亏大了。首先入的是 PCGS 的盒子，这种盒子币啊是属于全世界质量最硬的盒子币，虽说没分，但是整体状态并不差。尤其是它这个币面包浆，这一看这就是带彩的，算是五彩包浆吧。你可能是第一次接触银元，对银元币面包浆不懂，然后就是它这个龙鳞，包括整体的刺口还不错，属于全身打的状态吧。最起码币面看着无伤无戳，就目前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我个人能看到2万以上的市场价。2万？对，还以上？对。像你这样说的话，这个银元咋那么值钱嘞？我后妈带我还不来呀？对呀，那后妈还是挺舍得的。完全啊是你对银元不懂而造成的误会。至于为什么这个银元为什么这么贵啊？首先物以稀为贵，云南老龙发行存世量较少，再加上你这个品相包浆不错，所以它这个价格就相对贵一些了。价钱哎，你这也了解了，真假也没啥问题，拿回去给孩子当传家宝吧。你先别给我了吧，我留着它也没啥用，你放你这吧。一是给俺老公还账，2是过个肥年吧。那既然你一决，那我就给你换点钱花吧。谢谢你老板。没事没事。俺们今天定亲下礼呢，我拿他2块银元，他今天冲我吼，你看这俩能不能卖个1000块钱？妹妹下彩礼的银元2块想卖1000，定亲银元你给他卖了不太合适吧？来，我看啥嘞？那有啥不合适呢？我说他亲姐，他是我亲妹，我拿他2块破银元换点钱花，多正常呀！呀，你这2块银元这都是龙阳，而且入的都是皮盒，这俩银元你想卖1000块钱不妥吧？你如果嫌贵的话，那我再给你便宜一点给多少？你看着办。那你这样说的话，你对银元就不懂了。这俩好歹啊都是龙阳3剑客里边的赵种北洋，虽说皮盒评级没给分，但是整体品相还可以，原汁原味的。毕竟恁妹妹定亲的彩礼，你这当姐了卖了不合适啊。跟你说实话吧，这银元一看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别人定亲下彩礼拿的都是10万8万的，对，要么是黄金，拿10块破银元不值钱。你可能误会恁妹夫了，现在定亲用银元也有一定的寓意啊。咱中国人讲究天圆地方，银元又是圆的，寓意这婚姻圆满，比给彩礼有意义多了。你也不用解释那么多我要不是手起背呗，我今天也不会拿他这些银元等我玩牌挣了钱到时候我给他多买几块。你这当姐了说话这都不太地道了。妹妹定亲按理说你应该帮衬一下，你不说拿他彩礼银元了，多少给他点帮衬点。还有就是你玩牌10赌9输，指望着玩牌赢钱，你买银元也不太现实啊。刚才我都跟你说的很清楚了我今年算是借用的下个月发工资了我给他再买2块，能知道吗？你这话说的道听轻巧，像这种银元可不是上班族能买得起嘞，2块你得攒几个月的工资嘞？我1个月3000多的工资你别在这里看不起谁这银子就按10块钱一颗算有多重我还是知道的1块银元标准重量是26.8克，2块下来53克几吧。你按你10块钱一颗的话才500多块钱，关键是银元它不按废银子卖啊。我说实话吧我今天就给他按破烂卖了你给我数钱吧。如果真是500多块钱的话，你连外边的这个评级盒子费用都不够，更何况里边的这龙阳了。就说这最便宜的这个34年的北洋龙，你这拿上手一看，这就是短尾。这个短尾啊在北洋里边算是贵的了，它这个尾巴你看比较短，包括头上它这一个云朵也有点短状态好，说实话真是没得说。我个人认为除了没给分之外，哪都好。龙鳞可以说是全龙鳞了吧，而且字口两面这都属于全身打，这一看就是原味币，拿在手里边说实话非常舒服。就凭这个状态没有大几天恐怕你也买不到吧。
大几千？对呀，你没有回我吧？没有。这感情好呀！这我妹夫可以呀，我也以为不值钱呢。你以为不值钱，是你把他们当破烂卖。说实话，完全是因为你不懂。还有另外一块这个凿壁中长，这在我们常见的龙眼里边是最贵的。XF97就是壁面有包浆，这个壁面算是原味的了，因为造种啊，它这个存世量较少，平时人缘也比较好。属于大家必玩的币种，所以一直都是稀缺的。看状态的话，你这个龙鳞包括鼻子，我感觉不错，还有字口还可以。我个人感觉97连评了，给分这个状态都是几万的东西。目前来看，大概2万以内吧。乖乖嘞，这价值真是令我意想不到呀！对，我也以为只卖个1800块钱呢。看你挺实在的，今天全部都给你。你这俩音乐今天你说的天花乱坠我都不能要。当然啊，你也更不能卖。你之前不知道价值也就算了，既然知道了，你就得明白妹妹为什么哄你了。这是她的终身大事，你这当姐了不能说玩牌，对吧？就来搞破坏。算了，你要不收，我都卖给别人去。你不要算了。三思而后行啊！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俺公司虽然说是破产了，但是俺朋友这个金牛，这1斤多的黄金，无形之中啊，又帮我一个大忙。你这个金牛造型确实不错。这么大个的话，而且还是实心的，才1斤多重，这重量明显不够啊！现在黄金涨价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这1斤4两的黄金几十万呀！1斤4两，折合重量的话700克，算下来确实得30多万了。但是我看着你这个金牛，看造型的话，整体颜色你看有点艳，尤其是下边，你看很多地方这都已经褪色了。这么个小玩意儿，你指望它帮大忙，这有点难啊！一般你们回收的套路我都懂。首先是对我拿过来的东西，无情的打击。没有，以此来压低我的价格。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你蒙到了别人，你却蒙不住我。因为我知道黄金都是按斤来回收。你这完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并没有趁机压低你的价格。黄金给你纠正一下，是按克来算的，按斤的话你肯定吃亏。不管按斤还是按克，我这是1斤4两的重量，你给我60万，东西你留下，我提着钱走，让你捡个漏。60万还让我捡漏，这话说的很有意思啊。咱们就按现在的金价算吧，你这1斤4两700克，1克480的市场价，算下来也就30多万吧。你这狮子大张口，一下子报60万，这账算的太轻巧了吧？轻巧啥？这是一个金牛，不是单纯的黄金。有一句老话说得好黄金有价，古董无价。对，像这么保存完好的古董金牛，你说去上哪找啊？说实话，刚开始我还以为你来错地方了。我说我这也不回收黄金啊，回收黄金你得去街边的那寄卖行。原来你是按古董价钱算的呀？就是按古董算的呀。平时俺朋友都是锁在保险柜里面。昨天他喝多了，拿给我叫我欣赏来。我趁机给他拿过来，算是给他借过来，准备翻身用。虽然说公司破产了，准备用朋友的金牛翻身再来啊，想法挺好，但世事难料。第一，你就不应该趁他醉酒的情况下借出来，真正想帮你一把了，那是在金钱上给你支持。酒肉朋友啊，你也不必当真。成败在此一举了。你不了解俺做生意的，现金流啊，对于我们太重要了。你给我看看最高能给多少万吧？你想的确实挺好，我的估价结果估计你也不会满意。首先，你这个金牛啊，并非是古董。什么是古董？意思就是有年代感的东西，属于过去某一个时代的产物。你先看一下它的工艺啊，在过去像这种麒麟，这都是纯手工雕刻出来的，而你这个很明显啊，这都是一体压制出来的。而且它这个底部你看一下，这多少都有车窗车过的痕迹。我这怎么看，这都不是古董，这假的太明显了。不是古董也没关系，反正是我急着用钱嘞，实在不行按黄金的价钱卖给你也行啊，给我30万都30万吧。你这态度转变的太快了，刚才你还张口60万了，现在又按金价算，但是很可惜啊，你这连黄金都不是。像你说的这1斤4两，你知道黄金的密度是多重吗？就你这么大个的话，如果真是黄金，最少得3、4斤重。况且你看一下，你这个拿了金牛啊，有很多地方这都褪色了。时间长了，不都是这样的吗？你也别挑三拣四了，直接给我报价。没有挑三拣四，只是跟你说一下它的材质并不是黄金，也就是现在的一个类似于镀金的摆件吧。成本我看也不会超过100块钱，大概就这样。100块
块钱。对，你这不是给我搞笑了吗？这价格确实我很意外，差点惊掉我的下巴。那确实很意外。本来你是想借机东山再起翻身的，但是谁也没想到啊，那朋友口中的这个家传之宝啊，竟然是赝品。你想翻身重来的心情，我也能理解。这个金牛，我也是想告诉你啊，交友要谨慎，尤其是酒肉朋友，酒后表现出来了豪言壮语啊，你就当笑话听听就算了。哎，太扯淡了！我没想到这是假货，就是假货。谢谢你了，没事。朋友3天损失了5万块钱，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啊。正好我有这一处银元，你看看能不能卖了帮帮他。朋友3天损失了5万块，这看来是遇到了大困难啊！你这都卖银元来支持他了。来，我看啥是银元？困难倒是没有遇到，因为我这个朋友出尔反尔，弄得给别人的5万定金要不回来。我挺不好意思嘞。你这4块，这都是清一色的冤大头啊，都已经评级如何？3、8、9、10，这正好是一套。对，这是一套啊，朋友送我的，你看值不值2万？值不值2万？我看你这都是相当于是通货吧？里边这个8年，这是一个空心眼而已，其他的也没啥大板啊。你这帮朋友是一件好事，但是你这注银元恐怕是有气无力啊，值不了2万块钱。老板，你都星期3吧？我朋友也是够悲催的了。通过我的介绍啊，买俺邻居的房子嘞。3天前价钱都搞好了，给俺邻居5万的定金。现在出尔反尔不想要了。哎呀，那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这个朋友没有契约精神啊！价钱都搞好了，定金都给了，这出尔反尔，定金肯定是没了。对呀，这毕竟这事是通过我认识的，人家给他定金，他赖俺家不走了。赖恁家不走，企图很清晰啊，意思就是想让你跟那邻居要回来，并不是说让你来卖银元可怜他。再说你这几块银元也卖不了5万块钱啊，建议你啊，要么劝那朋友按约定买房，要么就放弃那5万的定金。关键是他不想买了，态度也很坚决意思就是怕买了房子之后再跌价关键是他想找那5万块钱给要回来我感觉他还挺可怜的。说实话，他这不叫可怜，我感觉啊，他这是自作自受。你不买，为啥给人家高价了？你为啥给人家定金了？我也不想说了，反正他现在赖俺家不走了。我都是看着朋友的面子，我要卖银元补偿他一下。你这种做法压根儿解决不了问题。他那个5万的定金又没给你，别人不给他，他也要不回来。你卖银元去补偿给他。你这图嘞，这又是啥嘞？我这不是怕俺朋友心里难受吗？毕竟是通过我认识了俺邻居。你看这一套值多少吧？那确实你是一个实在人，只能说你交友不慎。但是你这个冤大头啊，都比较普通。虽然说都已经评级入盒了，但是他们的价值啊，都不是最高分。里边最值钱的呀，就当属这一块8年啊，因为冤大头总共就发行了4个年份，3、8、9、10，8年是4个年份里边存世量最少的。我刚才也说了，你这个只是一个空心叶而已，因为8年的版比较多，空心叶啊就是8年了它一个简单的一个标配。看你这个状态，笔面确实挺温润，属于全身打吧。XF 45分就是通货的品相，目前这一块差不多能给到你3500-3600的样子。老板，你没搞错吧？最贵的一个才给3000多吗？对。我刚开始还想着能卖2万嘞，打个对折给1万多了。1万我觉得也有点难，因为你得剩下的这3块也没什么这稀少的板。3年这是一块原汁原味的状态。9年中发状态不错，笔面属于原味，几乎没有流通的这个痕迹，而且笔面还带光。10年是一块提点年，和3年、9年一样，提点年啊也是属于太常见的这个板。所以你这3块综合给你估价的话，3700的样子。你这估价估嘞，这一套冤大头才给7000多块钱吗？对，7000多就7000多吧，大不了我拿我的私房钱安慰他一下。哎呀，你这确实是一个实在人啊，能这么无怨无悔的帮朋友，可见你这个人品非常好。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朋友不厚道，出尔反尔也怪不得你。你给他介绍啊，完全是出于好心，他找理由拒绝别人，定金不给他也属于正常。你这是出于好心，你可别让他闹误会了。没啥误会嘞，能帮点吧。那行吧，我给你算上。